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28岁田曦薇凭什么能扛起这么多爆剧？从被嘲甜妹花瓶到逐玉杀猪女翻身，她不光有初恋脸，私下竟还是个能背起180斤男。28岁田曦薇凭什么能扛起这么多爆剧？从被嘲甜妹花瓶到逐玉杀猪女翻身，她不光有初恋脸，私下竟还是个能背起180斤男主的狠人。就拿最近的热搜来说吧，你敢信吗？就是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，看起来软软糯糯的田曦薇，在新剧《逐玉》里居然单手扛起了一头活猪，还面不改色的走了好几步。这还没完，花絮里更猛，他直接背起了身高190厘米的张凌赫，跑的那叫一个健步如飞，嘴里还念叨着，感觉就像背了袋大米。就这一个镜头，直接把网友看傻了，这姑娘到底是什么神仙甜妹啊？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田曦薇是97年出生的重庆妹子，今年28岁，科班出身，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。8年前演了一部小清新的爱情剧入行，但一直不温不火，属于那种看着脸熟但叫不出名字的演员。直到2022年，她遇到了《卿卿日常》，在里面演那个贪吃又软萌的李薇，这才真正火出了圈。那时候大家评价她，基本就是甜妹天花板，笑起来能治愈一切，觉得她就是个靠脸吃饭的可爱型演员。《卿卿日常》里有一句台词，到现在还被很多人拿出来说，食物都能有不同的口味，那女子也不应该只有一副模样。这话从李薇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弹幕直接炸了，大家都说这姑娘不光是甜，还挺有想法的。这部剧也让田曦薇第一次尝到了爆款女主的滋味，观众缘蹭蹭往上涨。紧接着2023年，她又连上了2部话题度拉满的剧，一部是《花轿喜事》，翻拍自经典老剧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。说实话，这剧播出后争议不小，豆瓣评分只有3.7分，口碑算是扑了。田曦薇在里面演李玉湖，被不少人吐槽甜过头了，没有侠女那股英气，还有一场哭戏被质疑用了特效眼泪突然出现，没有眼圈泛红的前兆，落下去的时候又莫名其妙消失，被网友嘲讽为工业式演技。当时好多人说，她也就只能演甜妹，换个路子就不行了。另一部是《田耕记》，她和曾舜晞搭档，演一个穿越到古代农村种田搞钱的现代姑娘连曼儿。这部剧播出后热度破9000，豆瓣开分7.5，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她在里面演得特别松弛，那种一边跟极品亲戚斗智斗勇，一边闷声发大财的感觉，拿捏得刚刚好。很多人看完这部剧说，田曦薇好像不只是会甜了，她演的小市民气，那股子机灵劲儿，挺有说服力的。但你要说真正让她彻底撕掉甜妹标签的，还得是今年这部《逐玉》。这剧3月初开播，到现在热度就没掉下来过。数据有多猛呢？它成为首部打入韩国 Netflix 热榜第2的华语剧集，还拿下了 Netflix 全球周榜非英语第6位，这是国产剧以前没做到的。国内就更不用说了，市占率一度超过 55.1%， 在云和数据的排名里仅次于狂飙，排在历代第2。田曦薇饰演的女主角樊长玉，也成了首位双平台热度首日破亿的女性角色。樊长玉这个角色跟市面上那些古偶女主完全不一样，她是个杀猪的屠户女，没读过什么书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力气大的离谱，但心眼不坏。父母没了，她就自己扛起杀猪摊子，靠一把杀猪刀养活自己。遇到男主之后，她也从来没想过靠男人，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杀猪养你啊。
这跟以前那些等着男主来救的女主完全是两个路子。为了演好这个杀猪女，田曦薇提前3个月开始高强度体能训练。她本来就是田径队出身，底子好，但这次是真的下狠手了，每天负重深蹲、举重、负重奔跑，手腕都磨出了后茧。她还专门练了棍术和刀法。剧里的打戏90%都是自己上，连导演都说他的动作落地感十足，旋身劈砍的时候能听到破空声。最后他把体脂率压到了18%，练出了一身肌肉，出席活动的时候胳膊上的肱二头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剧里有一场戏，他要扛一头猪。一般来说，这种道具猪都是空心的或者很轻的模型。但田曦薇扛的那头，据网友辨认，是金华的2头乌，中国4大名猪之一，实打实的重量，他就那么扛起来了，走得稳稳当当。花絮里还有一幕，他背着190厘米的张凌赫跑了好几趟。张凌赫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他当时都惊了，第一次有女孩子能把我背起来。学名叫毛琳琳的女演员在直播里透露，田曦薇的体重其实只有35公斤左右。一个不到70斤的人，扛着几十斤的猪，背着一个大高个男演员跑，这种反差感实在太冲击了。网友给她起了个新外号，叫怪力甜妹，还调侃说张凌赫在她手里跟个小鸡仔似的。不过田曦薇这人吧，作品能打，但争议从来没断过。有人说他是热搜体质，也有人说他就是行走的争议制造机。你要是翻翻他这几年的新闻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他每次靠作品圈一波粉，紧接着就一定会因为某句话或者某个操作再掉一波路人缘。最早的一次是偷偷藏不住还没官宣选角的时候，营销号就开始炒作他是天选桑稚，还拿他跟赵露思拉踩对比。这种操作一看就是有人在推，但锅最后全扣在了他头上，网友骂他吃香太难看。后来有个采访，记者问他可以为舞台放弃什么，他笑嘻嘻地回答生命。说完自己还哈哈大笑。这话一出，张艺兴的粉丝当场炸了。因为张艺兴以前说过，为了舞台可以放弃生命，粉丝觉得田曦薇这是在内涵前辈，态度太轻浮，不尊重人。他后来发文回应说，精神追求是最大的驱动力，想解释一下，结果粉丝根本不买账，反而觉得他是在讽刺大家理解能力差，越解释越乱。还有一个更出圈的名场面，记者问他，如果走红毯的时候前面的人不小心摔倒了，你会怎么办？这种问题，但凡有点情商的人都知道要打个圆场，哪怕是说服他起来或者开个玩笑都行。结果田曦薇想都没想，直接说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这话一出，网友直接给他贴上了情商低没礼貌的标签。有人觉得他这是真性情，不装，比那些整天端着架子的明星强。但也有人说他就是故意的，想靠这些争议言论蹭流量，维持热度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那句你骂我我就骂你的对人风格，确实让他在喜欢真性情人设的网友那里圈了不少粉，但也让很多人觉得他太傲了，不好相处。还有一件事挺有代表性的，他之前上节目开玩笑说自己是举重运动员，还轻松抱起了李雪琴。结果营销号不管是不是玩笑，直接开始胡编乱造，说他13岁进省队，拿过金牌，编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后来他专门开直播澄清，说自己就是随口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大家还当真了。再说回《逐玉》这部剧，虽然剧播得好，但拍摄期间的那场番位大战也是闹得沸沸扬扬。原本剧组官宣张凌赫是一番，但田曦薇的粉丝不干了，
硬是通过各种方式撕了个平番。双方粉丝从此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拿着放大镜比戏份，对方多一个镜头少一个镜头都要计较，据说连头发撕的多少都要算清楚。张凌赫的粉丝吐槽说，田曦薇经常出去参加活动接代言，害得他们哥哥只能跟替身对戏。田曦薇的粉丝就反击说，张凌赫拒拍亲密戏，导致剧里17场吻戏全被删了，影响剧情。去年的星光大赏，田曦薇在台上领奖，台下的张凌赫眼神飘忽不定，全程没往他那边瞟一眼。那尴尬的场面，看到 CP 粉心都凉透了。这些争议归争议，但有一点你得承认，田曦薇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这么干的劲儿。你骂她甜妹演不了硬核角色，她就去练一身肌肉，扛着猪给你看。你嫌她只会瞪眼，表情单一，她就在哭戏里琢磨微表情，用细节传递情绪。有人觉得她情商低，太直，爱对人，但也有人就是吃这一套，觉得她活得真实，不憋屈。逐玉播出后，樊长玉这个角色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田曦薇。她不再是那个只会眯着眼睛笑的甜妹了，她可以杀猪，可以打仗，可以背着190厘米的男人跑，可以在泥地里翻滚，在雪地里挥刀。有人说她演得还不够好，情绪爆发的时候还是靠瞪眼睛，跟老戏骨对戏的时候明显接不住。也有人说，从甜妹转型到这种硬核角色，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至少她真拼、真练、真上，这一点就已经甩了不少人几条街了。田曦薇今年28岁，从入行到现在8年，从青青日常到田耕记再到逐玉，她的作品列表里爆款率确实高得吓人，但伴随这些爆款的永远是争议和质疑。她好像从来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喜欢的演员，但她也从来不打算做那样的人。